俄军战场进入冷冻期，但多处战场仍在持续战斗。欧盟加大对乌援助力度，将在2月1日峰会着重讨论援乌事宜。借助俄乌战场经验，合成部队怎么打现代战争？精彩内容即将开始。2024年以来，乌克兰对俄本土的打击就没有停止过。导弹、无人机的不断骚扰和摧毁铁路大动脉、运输线、仓库，切实让俄罗斯感受到了压力。如1月8日，乌军一天3次炮击别尔哥罗德和布良斯克；1月9日，俄罗斯跨贝加尔铁路阿勒尔布舒利段运输线遭破坏，14节货运列车意外脱轨。1月10日，俄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军用机场。下面火力军带大家了解一下战场最新消息。在马林卡以西方向，乌军正用 FPV 无人机摧毁俄军在格奥尔吉耶夫卡东部的战术阵地。在马林卡南部，尤日诺顿涅茨克方向的俄军被乌军击退，向南撤至新米哈里夫卡以南和东南。乌军目前在新米哈里夫卡控制了 4.15 公里宽和 2.05 公里长的区域。在阿夫迪夫卡前线，乌军将俄军从斯特波维东部击退，并重新控制了斯特波维焦炭厂之间的连线，粉碎了俄军包围阿夫迪夫卡的企图。在阿夫迪夫卡西南佩沃马斯克村和沃达内车站方向，俄军付出巨大代价后推进440米，但随后又遭到乌军无人机的火炮远程打击。总之，在阿夫迪夫卡3个月的攻防战中，俄军损失了超过 2.5 万人和1000辆坦克、装甲车，但仍然无法合围这里。缺乏足够的兵力和装备，也导致其今后也无法在这里发起大规模进攻。在赫尔松前线，乌军依旧在持续扩大第聂伯河、克林基桥头堡优势。有消息称，在这里俄军损失了 90% 的进攻队伍和装备，包括大量精锐的 VDV 部队，但仍无法将乌军推回左岸。俄军的士气正因这种无效进攻变得十分低下，最终将会被乌军突破。在扎波罗热，乌军第82旅在维尔波维以西反击，成功将俄军赶出阵地。新普罗夫卡和罗伯泰尼也进行局部反击，俄军的推进被击退。至于其他战线，除了俄军遭遇巨大人员和装备损失外，战线并无太大的变化。战场如此变化，乌军能一直保持高战斗力，也离不开不间断的军事援助。从最初的单兵轻武器到防御性武器，再到火箭弹、远程火炮、坦克、战机等，这样的重型武器极大帮助了乌军士兵驱赶俄军守卫领土。如果哪天北约的军援能放开限制，缺弹药给弹药，缺战机直接重新喷涂，哪怕飞行员不够，也直接换军机帮助，那这场战争恐怕早都结束了。在众多军援国中，美国出力最大，得到的好处也是最多的。其中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美国的国内经济和技术优势。美国的军事工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弹药的研发和生产是军事工业发展的关键部分。美国军援乌克兰就需要生产和储备足够的弹药，这可以保障美国军事工业的稳定发展，同时可以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益。如美国防部长奥斯汀此前曾说，凭借过去2年多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美国开启了近40年来最大的国防工业现代化工程，有大量的援乌预算被用在了国防部建设和改造武器装备生产线上。军援乌克兰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优质就业岗位，就连拜登请求国会批准的1060亿美元的援助拨款，他也强调称是在向美国人民提供就业岗位。据五角大楼统计，美国31个州、71座城市的117条技术生产线正在日夜不停为乌克兰制造武器，其中包括155毫米炮弹、M2 步兵战车、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炮弹产量直接拉升4倍。尽管产量基数很低，但军援乌克兰切切实实在帮助美国发展。那些军火商们在得到军火订单、兴建生产线、赚钱的同时，也确实拉动了美国地方就业率。此前，美国政府向国会议员散发了一份军援乌克兰受益州分布图。据悉，宾夕法尼亚州受益最多，拿到 23.6 亿美元。这些钱来自联邦政府拨款和投资，用于生产援乌武器弹药。德克萨斯州获得 14.5 亿美元军火订单，亚利桑那州获得 21.96 亿美元军火订单等，可见其已经开始大规模落实。那美国弹药储备多吗？多，非常非常的多。它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货仓弹药库，位于内达华州西部，
占地面积经1948年的大规模扩建后，达到了惊人的850平方公里，比整个新加坡还大。据悉，霍桑弹药库储备弹药种类十分丰富，下到轻武器使用的.30和.45英寸子弹，上到2000磅航空炸弹一应俱全。目前已经储存的弹药类型就超过2000种，总量不低于1000万吨，子弹也不少于上百亿发。即便再爆发一次世界大战级别的战斗，霍桑弹药库也能完全支撑起弹药供应。美军能在战场上财大气粗地用导弹开路，就和霍桑弹药库庞大的储量有直接关系。霍桑弹药库由3000多个独立的弹药仓库组成，在外观上，每个弹药库都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堡。要说有多结实呢？这些地堡都经过专门加固，完全可以挡住炸弹的攻击。外形通过专门设计，也具有一定的隐身性，且地堡与地堡之间并不是紧挨在一起，而是按照精密计算过的安全距离排列，由铁轨相连。即便一个地堡发生殉爆，其他地堡也不会发生连锁反应。在地堡内部会划分成多个区域，有生活区、实验区、生产区以及储存不同类型弹药的储存区，且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如今，霍桑弹药库因为设备老旧，很多新式弹药在霍桑是看不到的。美军也开始慢慢将弹药储存的任务交给一些更晚修建起来的储存设施。但霍桑弹药库的储备量依旧惊人，仍是世界最大弹药库群。欧盟加大对乌克兰支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如爱沙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宣布，爱沙尼亚将在未来4年向乌克兰提供相当于爱沙尼亚 GDP 0.25%的军事支持。1月8日，德国总理舒尔茨也呼吁其他欧盟国家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要求各国在2月1日峰会前准备好今年计划提供的援助清单。与此同时，德国 FFG 防务公司在乌克兰修建军事维修中心，帮助维修乌克兰使用的各种德国军事装备。此外，法国国防部也宣布，除了之前转让的50枚导弹外，法国还可向乌克兰提供另外85枚 SCALP-EG 巡航导弹。欧洲内部市场专员迪埃里·布雷顿也表示，2024年春季，欧盟将实现100万枚炮弹的生产目标来援助乌克兰，并计划设立1000亿欧元的欧盟国防基金，用以加强欧盟成员国的国防和援助乌克兰。由此可见，在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上，欧洲已经觉醒。面对经济、军事实力整合的整个欧洲，俄军的机会还有多少？以上就是关于俄乌战事的最新消息。接下来，火力军想借助俄乌战场的经验，来和大家聊一聊，合成部队还能打现代战争吗？最近火力军听到了一些消息，那就是根据俄乌战争的经验，合成部队已经不适用于现代战争了。当然，只要是对军事有些了解的人都能知道，这种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崔斯克旅不仅是各国现代军事改革的标杆，如果当你正确使用它的时候，它还是现代战场上最强力的旅级战斗单位。为什么一支不是重装甲的单位能被称为最强？火力军带你一起来剖析这支特殊的部队。从一开始来说，旅级战斗队就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与大部分苏联体制下的部队，其集团军下辖的编制只有师级或者旅级不同。美军的师实际上更像是一个行政单位，而旅则是师这个综合行政单位下属用来战斗的军事集团。这样说可能让人感觉有点晕头转向的，那火力军就用实际例子给大家讲明白这个事情。在冷战时期美军最主要的师编制就是1986年确定的86师编制。在80-60年代，美军的师一级既是行政单位，又是战斗单位。师直接下辖9个或者10个营，这些营在和平时期直接接受师部的行政领导。等到了战时，这些营就会被划归师指挥部下属的3个旅指挥部。所以在冷战的86师时期，旅是没有固定的编制的，在平常是空壳子，在战时才会被组建。而其他的，比如炮营、工兵营、通信营等战斗辅助部队，则在战时不规划旅部，而受师部直辖。所以在冷战时期，美军的旅只是作为一种师部的分身指挥部而存在，战时指挥部能调配的最大单位一般就是师一级。而等到了2004年，随着海湾、阿富汗、伊拉克3场战争的经验教训，美军逐渐意识到，传统的86师编制因为是专门面对苏军威胁，是专门打正面战争的编制单位，就像歌利亚一样，拥有着编制庞大、行动不便的缺点。我们以海湾战争举例，当海湾战争濒临爆发时，美军可用的选择实际上并不多。
虽然当时美军运输技术已经独步天下，但可选的编制却只有步兵师和装甲师两种。步兵师方便快捷运输和部署，但是火力非常孱弱，容易被敌人的装甲单位迎头痛击。装甲师的火力强大，其装备虽然可以快速部署，但是维持他们行动的弹药等给养庞大到必须海运不可。所以海湾战争的地面行动是需要美军装甲师全部补给都到位了才得以开展。到这个时候，美军认为，在面对全球不断爆发的地域性冲突，美军必须寻求一种方便的编制。这种编制必须简单，便于向海外投送兵力的同时，也要方便补给。同时，这种编制也必须足够大，这样才能有足够火力应对当地武装。很显然，美军这种明确的编制就需要一种比营更大、比师更小的单位。那改法就很简单，让各师下属的旅变成常驻单位，不就能获得一种比师小、比营大的单位了吗？这也就是2004年美军改革的旅级战斗队，也就是下文称 BCT 的战斗编制。BCT 和86师编制最大的区别就是86师最大的战斗单位是师，各旅队下面的营只有战时指挥作用，而不具有隶属和管辖的关系。而在 BCT 中，师就变成了一个行政规划，旅作为了一个常驻战斗编制，由各旅下辖营进行战斗。86师编制里由师部管辖的诸如炮兵、通信、情报、工程等辅助单位，通通归划旅部管辖。这时师和旅的角色就完全反过来了，师是负责统辖指挥，同时对上接受命令，而真正的战斗则是下面的 BCT 负责。这和86师编制中师和旅的角色正好相反。虽然2004年旅级战斗队编制的组建看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军全球部署的难题，可比较整蛊的是 BCT 编制才缓解了一半问题，也就是部队规模太大、给养搬运不便的问题。关于海外快速介入的核心问题，即轻装部队会被敌装甲爆锤，重装部队运输依然困难的问题。不过车到山前必有路，这个问题也难不倒美国陆军。在苏联解体后，美国陆军就在寻求着全球快速部署的解法。这个时候，美军中负担全球快速部署任务的并不是陆军，而是陆战队。80年代，陆战队提出了跨越地平线快速反应登陆计划，通过登陆舰在敌方侦测范围外部署直升机，配合两栖装甲车和气垫登陆艇的方法，从而实现对敌人占据的海岸进行快速突破。一开始，这个项目的海上装甲车核心是被称为海上法拉利的 EFV。在 EFV 下马后，只拥有40毫米榴弹发射器加 12.7 毫米机枪的 AAV7 并不足以向陆战队员提供火力支援，所以陆战队就测试并服役了一种基于加拿大食人鱼装甲车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变体，那就是 LAV-25 8×8轮式步兵战车。它兼具可以抵御大口径机枪子弹的防护和布莱德利同款的25毫米大毒蛇机炮的火力，也具有轮式提供的高机动，是悍马高机动车的完全上位替代。这东西具体有多好用，美国陆军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他们在海湾战争时期就曾向陆战队借用过 LAV-25 装备第82空降师等部队，作为侦察单位装甲车来使用。在海湾战争后，陆军便向通用动力加拿大下了订单，使用一种基于加拿大 LAV-3 底盘制造的装甲车，而这也是斯崔克的由来。美国陆军需要一款比悍马防护性更强、比坦克机动更好也更轻的坦克，来担任全球快速部署的救火队角色。而斯崔克完美契合了这种需要，它是一种轮式装甲车，其基础防护性能达到了北约3级防护，即正面抵御 14.5 毫米机枪弹，提供全向 7.62 毫米机枪弹防护。在增加了附加装甲后，它还可以达到北约4级定义的全向 14.5 毫米机枪弹以及155毫米高爆弹破片的防护。对比起悍马这种需要增加防护套件才能达到1级防护的情况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够用了。而这种装备了斯崔克轮式装甲车的旅级战斗队，作为介于轻型步兵旅级战斗队 IBCT 和重型装甲旅级战斗队 ABCT 之间的旅级战斗队，自然由这种装甲车的名字斯崔克来命名，被称为斯崔克旅级战斗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SBCT。当然 SBCT 依然是以轻型装甲车斯崔克为主要作战力量的旅级战斗队，所以火力一定比不上 HBCT， 机动性也很难超越只有步兵和悍马车的 IBCT。 这种处于中间的地位更多的被人评论为不上不下。那么到底怎么使用 SBCT 才能让它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呢？
这点我们必须从它的装备和编制出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经典的 SBCT 中，一般有3个步兵营、1个侦察中队、1个火力营、1个旅支援营、1个旅司令部和司令部连，以及1个旅工兵营组成，总共约为300多名斯崔克和450名士兵。在这之中 ，SBCT 由 M777 提供旅级炮兵火力，而下面的营级取射则由 M1129 120毫米自行迫击炮提供。除了这些之外，主战装备一般由 M1126 运兵车、M1128 机动火炮系统和 M1134 TOW 发射车这3架马车组成。M1126 负责运送步兵抵达指定阵位， M1128 MGS 负责提供直瞄火力支援，而 M1134 则提供反坦克火力。说到这儿，可能就有人看出来了，作为主战的斯崔克装甲车，其火力过于孱弱。一般来说，不装备龙骑兵30毫米炮塔的 M1126， 其火力一般只有一挺点50机枪，而装备有105毫米坦克炮和陶式导弹的重火力支援车，只在营级单位里存在。虽然在 M1126 里放置有步兵使用的 AT4 反坦克火箭筒和标枪导弹等反坦克火力，但是这些火力只能在步兵下车时使用。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个斯崔克营和敌人正面遭遇，那么很可能全营在没有展开部署时就会被击溃。另外 ，M777 是典型的牵引型155毫米榴弹炮，一旦遇袭，旅级火炮展开支援的速度也会比使用传统自行火炮的部队低，所以 SBCT 最大的问题就是车载火力孱弱。那它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呢？那就是全员斯崔克化，提供了超高的机动性。在有公路的地域 ，SBCT 的行军速度要远远大于 IBCT 和 ABCT。同时，全员斯崔克化让整个旅的信息化程度相当之高。只要旅指挥部愿意，他们就可以获得每一辆车目前获取到的信息，整个旅的态势感知远超其他 BCT。所以，这也就引申出了 SBCT 的最佳使用方法，那就是通过高机动部署到冲突地域，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全球部署。再加上其轮式高机动载具提供的高速度， SBCT 可以在半周内介入地球上任何一个热点地区。这时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也无从调集 SBCT 最怕的重装甲单位来对他们围追堵截。这也就是 SBCT 的第一个使用方法，那就是利用你的速度优势。其实 SBCT 对于 ABCT 来说，二者就像传统的马步兵和骑兵，前者通过马匹进行机动下马作战，而骑兵则在马上作战。所以 SBCT 的战斗必须控制好和敌人单位的距离，一旦不能机动，或者被敌人拖入正面消耗的冲击中，那么 SBCT 将会被动挨打。这个时候，全旅的火力不足的问题将会被无限放大，直到整个部队都被消灭为止。所以 SBCT 的第二个使用方法就是要利用自身的速度优势和敌人保持间距，利用斯崔克高机动载具。斯崔克旅下属的营可以决定自己在何时何地投入战斗，又在什么情况下主动撤出。目前龙骑兵系统的30毫米炮塔已经普遍装备了 SBCT，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 SBCT 可以正面应对大多数轻装甲威胁，实际不然。龙骑兵炮塔虽然可以提供30毫米的直射火力，但是其反装甲，尤其是反重装甲能力，还需要依靠于步兵的标枪导弹。所以 SBCT 的第3个用法就是要把自己当成步兵一样战斗。在战斗过程中，步兵的目标相比车辆的目标更小，可以散得更开来规避火力。龙骑兵炮塔所能提供的只是支援，而步兵才是 SBCT 战斗的主力。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那就是 SBCT 既需要高机动，又需要步兵来发挥火力，二者的行动速度乍一看是完全冲突的。但其实这是对旅指挥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可以知道自己的部队应该在什么时候快速推进，在什么时候就需要放下步兵展开阵型对敌人进攻。这一系列的决策除了旅指挥官和参谋团的经验外，也依托于情报的搜集。这也就是 SBCT 的第4个用法，发挥自己的情报优势。除了旅指挥部可以知道每一台车的情况之外，旅骑兵中队还有额外的 M1127 侦察型斯崔克，可以为旅部提供额外的武装侦察手段，让旅部知道究竟该在何处战斗，又该往何处转移。当我们将这些使用方法综合来看时，就不难发现SBCT 是一种优点和缺点同样明显的部队，这对旅级的态势感知和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一个典型的场景里 ，SBCT 在24小时快速反应部署期尚未过去前，先期落地，甚至是通过降落伞空投部署的旅骑兵中队就已经开始对前线进行侦察。通过侦察器材和自身的高机动性以及防护能力，旅骑兵中队将先期获得的情报回传至旅部，以便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当全旅落地完成部署之后，主战的斯崔克步兵营就会根据情报，通过轮式的机动优势跳跃进攻，并且快速占据关键的节点。当敌人反应过来以后 ，SBCT 就会根据情况来判断，到底是原地防守还是有序撤退，通过机动性来夺取或者对其他目标施压，以达成围魏救赵的目的。实际上，这就是 SBCT 需要完成的全部任务。先期部署一支足够强大的部队，通过机动性给 ABCT 和 IBCT 打前站。当然，这也并非说 SBCT 不能投入大规模战场。当 ABCT 和 IBCT 逐步投入战场，并且稳住战线后， SBCT 就会变成一支骑兵，通过自身的高机动性对战线进行穿插，对敌人的侧翼和后方进行袭扰，来破坏敌人对整条防线的控制能力。实际上，根据俄乌战争的经验，这种任务并不能让动静震天、行动不便的装甲部队进行，而必须是行动体征小、机动快、态势感知强大的轮式部队才能进行这种战术。换言之 ，SBCT 的作战要始终遵守一个守则，那就是能打得过你的，跑得远没你快。而在大部分情况下，你都可以挑打不过你的打。这就是 SBCT 的作战和取胜之道。当指挥官学会这种战法之后 ，SBCT 就会变成现代战场上一柄无往不利的兵器，摧毁他的对手。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关注本频道。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